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实际上是年前就已经出货了这款东西，但是现在才到，就是来自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又是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当中的主角之一魏这一个。说实话我拿出来了以后的这个体验感，我个人觉得比之前金克斯高一个档次。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官跟把玩的体验它整体的一个面雕焦发，包括整体的这个素体的比例，我都觉得是非常还原的，比之前的金克斯更加好所以我更加推荐的肯定是这一款。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详细的把玩，看一下究竟如何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身材比例，我个人觉得很舒服包括整个的一个包胶素体的一个质感然后一些涂装我觉得还是做的非常的不错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一颗面雕，我觉得这颗面雕真的是做的非常好我们来上手看一下。首先焦发，这次HT 拿出了它的这个传统的工艺了，这就是我觉得 HT 该有的一个焦发，特别是正面包括侧面这焦发真的做的非常的舒服，而且这次的脖子跟脸，它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色差的。然后整个素体包括脖子这里全是一个包胶，整个的包胶的材质也是偏厚没有说特别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面妆包括眉毛、耳钉，还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焦发后面。除了这下方一些确实有一点点糊，但是整体的感官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一个焦发，它所有的一些地方开模都还是比较尖锐的，在你去调整它的可动眼插拔的时候，当心不要去扎到这个素体可以看到整个身材，我觉得这个脖子跟头的这个比例也是非常的舒服。眼睛依然是搭配的这个可动眼眼球的这个涂装也是非常在线的。整个的面妆也是不错然后我们往下来看一下，它整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这个比较还原的这个纹身了。背后这个纹身可以看到这个细节哎呀，还是非常好的，就算你近距离看都没有糊，而且你看这个包胶素体就感觉这是有一块小背肌，身材非常壮硕，很帅。然后左臂的这一个创可贴一样的小绷带也是有还原，做的非常不错。螃蟹手的话确实是有一点但这个问题不大，毕竟它要带2个非常大的拳套，对不对？好，然后看一下整体的上半身的这个胸甲。胸甲呢，肩膀这里是一个软胶材质前方的话就是一个硬塑料，也是有一些做旧的涂装近距离看的话，包括这些卡扣，虽然说有点糊但不影响里面应该都是有一些防剐蹭的一个设计应该不会蹭到。背部里面这件小背心摸上去质感很舒服，而且有一些弹性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拉远镜头来看一下它整体的上半身比例凹凸有致，你可以看到这个腰臀这比例非常舒服，里面也是有一些包胶的一个填充，整个 S 型非常还原。2个手臂这里全是一个软胶材质，而且在你穿戴手套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不会剐蹭到这个包胶素体的。里面这一个白色的绑带也是一个真实的材质，摸上去很舒服。手臂这里的话呢，虽然说是个女性角色，因为它的素体还是比较细的，但是它整个的包胶我摸了一下还是比较厚，不错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胸腰往下部分首先这一件就是它整个上半身的这个小背心了，裹在这里，里面应该还有一层的这个填充吧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白色的，应该是一个创可贴还是什么的绑带，我没有把它拆开来完全看一下腰带部分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细节涂装
也都还不错，也有一些做旧，合模线稍微有一点点明显啊，但问题不大。连同绑在这里的一个左边的小腿一块软胶。到了下方，这个裤子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破旧的一个地方，一些点位可以看到，整体也是上方这里会有一些些包胶的填充啊，但是到膝盖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素体啊。但是大腿包括小腿的这个比例很舒服，下半身也是看着很舒服。腿甲这里啊是一个软胶材质，上面也有一些做旧、一些战损涂装。都是一个弹力的一个绑绳绑住的，鞋子它也有一个做旧啊，一体的一个小靴子，整体的这个风格还是不错的，而且包括它一些污渍涂装啊、战损之类的，就是整体的比例就看上去比较舒服啊，不像说比如说上半身啊会有一些战损，但是到了下半身呢会比较干净啊，这次是完全没有，还是非常舒服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一次的这个可动眼的调节啊。来，插拔头雕的时候要非常当心啊，不要去扎到啊，尽量往这里捏，哎，给它拔掉。然后啊，依然是我个人非常讨厌的这个装置啊，有2个小滑槽，看到吧？可以看到这次的这个包胶确实这里啊比较厚，比较厚实。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头雕的这个可动眼在内部，这个女性头雕因为比较小啊，但是像我这种手指比较细的，单独用小手指去调节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可以的。然后通过这2个小滑槽卡进去。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这个滑槽会非常的紧啊，你对准了这个口以后啊，你慢慢的慢一点啊，不要太急，对准了以后这样给它抠进去。然后这一次不像之前啊，我把玩的那些滑槽的一些头雕，都是比较容易安插进去的。但是这一次，哎，比较紧，真的你需要用点力气才能给它按进去。啊，我要在后面操作，真的要听到咔嚓一下才能按进去，很紧。在安插头雕的时候也要当心啊，你要么捏在这里啊，要么捏在下方，千万不要去破坏的这个胶发啊，毕竟它还是比较细的。好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基础可动。首先，头雕的可动360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你要当心它这个胶发啊，去蹭到你的肌肤，所以差不多就这样就可以了。左右啊，这边会稍微幅度大一点点啊，然后抬头幅度，脖子这里可以去有一些可动关节，可以往上抬一点点啊，低头幅度非常大啊，左右侧头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头雕可动没毛病，然后看一下手臂，首先手臂抬举，啊，抬是可以抬得挺高，但这里会有点不舒服啊，关节比较紧的，然后往前差不多安全距离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再往上的话我不大推荐了啊，这里而且会有折痕，把玩的时候也得当心。手肘部分还算可以，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大臂有一定的旋转空间。手臂也能往前倾，没有任何问题。然后看一下它这个胸腰的一个可动。首先，单纯的胸腰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不需要去用胯部去旋转的话，只用这里，大概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往后，幅度也比较小，左右还可以。它是通过这一段，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印记，是通过这里。胸部这一段去给它做了一个左右位移，建议幅度不要太大，这个衣服容易往上扬。好，然后到了侧身也有，会有一点幅度，关节还是比较紧的。然后看一下下半身劈叉的话，因为裤子比较紧身啊，所以比较麻烦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好，然后前踢，前踢幅度稍微差了一点啊，只能到这样的一个角度。后踢这里。屈膝来看一下，屈膝比较可惜啊，这里只能转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就已经卡住了90度，再折回去的时候，当心这裤子不要卡在这个关节缝隙。鞋子的话，因为它是一体的所以可动会稍微差一点点
往前还是可以的，往后也有啊，左右的话比较差，也能旋转，大腿也有一定的旋转空间，但是比较局限。在它的这个接地性跟站立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你没有用支架的情况下啊，它也能完全站立，非常舒服。OK， 主体方面咱们就把玩到这里了。我个人把玩的这个体验来说啊，比金克斯好很多啊，而且非常舒服。在把玩的时候也要当心各位这些地方啊，裤子上的这个小铆钉啊，当心别去蹭掉了。OK， 主体方面的话呢，咱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包装跟配件。好了，兄弟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啊，外包装的风格跟之前出的这个金克斯啊风格是一样的。正面咱们看到就是胃的一个造型啊，整个包装的颜色啊，也是跟主体的身上的这些配色比较统一，还是比较帅的啊。然后我们来抽开，也是一个抽拉式的一个包装。哎，打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看到本次的内容物了。配件实际上确实不多，但是这两个全套哇，非常大，非常大，而且做的，反正我看了其他 UP 主的一些测评，或者是其他兄弟的开箱，这两个手型确实非常帅。好，然后看一下背部，哎，背面就是动画当中的这个半身的一个线稿图，应该是啊，也是非常帅。全新啊，会有一个原贴，咱们来拆开。这个重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啊，背后就是一个啊经典时尚小地台啊，然后普通的手型还有一些特效件，东西不多。外包装就是这个样子啊。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啊，究竟做的如何。好了，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配件啊。首先说明书这一栏，咱们来瞧一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的啊，来看一下。首先这边啊，就是一些注意事项了，直接。然后啊，还有背部的这些纹身啊，也是需要注意的，特别是不要去磕碰，也不要去擦拭啊，这个很容易掉。好，然后就是脚部的这个可动，可以看到啊，有些地方是没办法去动的，按照它的说明书来。然后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啊，背部可以脱卸的一些地方啊，包括这一段，这两个可以直接去脱掉。这样的话呢，可以还原一个不带这一个海克斯全套的一个样子，还是非常帅的。但是你要穿戴上去的话，需要用这个啊，不然会剐蹭到你的一个素体。好，然后就是这个全套的一个可动，可动的范围还是非常大的啊，而且有一些的这个小机构可以展开，还是非常帅的。特效件的一个安插啊，特效件还是非常多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官方给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样子。说明书就这一些，背后啊也有一个图。好，然后咱们来看一下，首先啊，先过一些比较普通的东西，经典时尚小地台啊，6边形，给了一个蛇形软管，一个假腰支架。好，然后手型的这个补件，啊，然后裸手的话2个手型，这一次 HT 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地方就是它直接把这一个2个连接桩给你装进去了啊，就不用再去这样去拔出来了，直接对吧？这样替换的话会比较方便啊，而且怎么说呢，这些更加不容易断啊。之前拔这种东西，很多兄弟呢玩一些其他产品的时候，这样拔很容易把这个连接装置啊给卡在里面卡断。好，就只有这么一对手型啊，包括主体手上的一个握拳手，手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然后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器。好，然后关于特效件，咱们来看一下，先是这一对。这特效件的这个涂装呢，中规中矩啊，开模比较尖锐，把玩的时候当心，也千万不要掉在地上，这个挺脆的啊，掉下去可能容易会断。好，然后另外2个。
哇，这个开模更加尖锐啊，特别这些小刺、尖刺的地方啊，有点疼，摸上去，把玩的时候注意一点。啊，最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渐变特效键，啊，这个就是对准这个全套的一个全形卡在上面，还是非常帅的。但是这些东西装上去了以后啊，对于这一个展示柜的一个面积啊，会稍微再大那么一点点啊。好，重头戏，2个海克斯全套，哇，这2个全套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咱们来看一下，快跟我的手都差不多了啊！啊，我们单独就看一个，因为2个样子都是差不多的。首先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涂装，上面也是带一点做旧啊，然后有一些卡槽的位置就是去安插这个特效键的，全是一个全可动手啊，而且有一定的这个可动的空间。首先这可动手的话，关节可以看到啊，1段、2段、3段、4段，4段的一个可动，还是非常舒服的啊，也可以往外延伸。大拇指也是啊，也有一定的可动。好，然后到了手背这里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些啊，手背这里是没办法可动的，这边有一个前后的一个联动。可以去旋转，侧面也有一定的幅度，但是没办法去转啊，整个旋转的话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到了这边，咱们来看一下一个展开结构，哎，给它这2片可以打开，然后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个结构，里面这一块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啊，它一个透明件做的非常舒服，整个内部的这些喷口做的也很帅。啊，它这2片呢，可动的空间不是特别大，而且比较薄啊。这个塑料，把玩的时候当心不要去给它弄坏了，不要硬拉啊。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安插件的话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小装置，跟咱们这个手型这一块这一根很像啊，不是一个圆洞去卡进去的。如果是用一个圆洞的话，我觉得很难去卡，非常麻烦。里面没有一些防剐蹭的地方啊，全是一个塑料。装的时候也得对准口，要当心一点。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比例非常大，咱们来跟主体对比一下，哇去，真的非常大。好，接下来我们先把这2个海克斯全套装上去了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呈现效果是什么样子。好了，兄弟们，这个全套咱们给它装上去了，非常帅啊！而且装上去了以后，整体的比例可以看一下，也是非常的协调啊。这一款说实话，远远高出我的预期，而且它的这个手型安插太方便了。之前那种，我记得比如说啊，毒液的那种特效键啊，它里面都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球形关节去安插进去的。这次改用的这种啊，直接是一个柱子卡到手型这个洞里面，所以非常简单，而且都不用去用力，轻轻的往上一抬都卡进去了啊！我感觉很顺畅，这个就很舒服。对于把玩跟这种手型替换的这种体验来说啊，提升的不是一般的多啊。然后看一下整个装上去了以后，这个全套啊，在不用支架的情况下，哎，完全可以站得住，对不对？而且你去摆一些动作啊，比如说摆一些这种什么小动作，然后脚去给它稍微敞开一点点，哎，也不会掉啊，这你受得了吗？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基础的一个特效键，特效键的话，你需要把这边去展开，然后这2个洞，对不对？咱们去拿一个特效键，这2个口对准，给它安插进去，咱们来试一下啊，卡进去，我操，哇哦，太帅了啊！然后你还可以再增加一个这个东西，我没具体看怎么安插啊，反正直接随便找个角度扣上去也行啊，我反正是随便扣的，随便找个地方扣上去，更长了，我靠！啊，但是你安插这个特效键了以后啊，稍微有一点点重了，你需要支架。如果你单纯这样站立的话呢，放一会儿没什么问题，长时间的话容易倒啊。然后就是这一个地方，咱们来看一下，而且你可以看一下，
戴上全套了以后，你去做一些大幅度的一个抬举的动作，他的手是不会掉下去的，完全能支撑得住啊。然后就是这一个特效键啊，这个特效键反正就是大致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可以详细再看一下说明书啊，反正我就随意装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样子，差不多就是这样啊。再配合其他的一些特效键，哇，很帅啊！这个位真的，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推荐的一款1:6的可动人偶了，特别是 HT 出到现在的这个英雄联盟的一个产品里面，这一款绝对是拔尖的了。但是现在二级市场确实有点贵啊，2000出头的这个价格啊，而且我感觉应该不会怎么往下跌了。可以想象之前的金克斯，对不对？这个价格到现在为止也还是2000左右吧，差不多吧，也没有很低啊。这个位的话，反正在我个人眼里确实比金克斯做得好，所以这个价格更加难弄了啊。整体效果真的是非常帅啊！而且本来这一个英雄也是我之前玩英雄联盟的时候最喜欢用的一个打野英雄之一，这一个位我记得皮肤我还是基本上是全买的啊，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角色。好了，本期老雨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雨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个人非常愉快的这个开箱把玩，差不多到这里分享完毕，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